米雾能量柱3合1移动电源是一台定位清楚、3合1整合度比较高的便携电源，完全符合手机、平板、轻薄本、短时间应急以及通勤、办公室、短途出差这些场景。如果你追求是高功率持续输出，那它不是你的菜，它适合想少带充电头和线材、重视便携体验的用户。各位大家好啊！上一期测试篇我们已经把米雾能量柱3合1移动电源的实际表现跑了一遍，手机快充、便携体验和输出文波表现都比较稳。但这种3合1产品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其实还是在内部，它到底是怎么把交流适配器、电池组、升降压输出、协议控制和伸缩线结构塞进这么小的空间？散热怎么做？电池保护有没有到位？高功率输出为什么会偏保守？这一期我们就拆开来看内部结构和电路设计。兄弟们，话不多说，开拆啊！充电宝拆解，内部有锂电池，有爆燃的风险，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先把这个黑色的面板加热一下，把它取下来。这么敲一下，可以看出来，这个壳体是2个盖子这样合起来的。盖子虽然打开了，但是内部的构造有点复杂啊。我们先来看主板部分，有隔热棉做保护，隔热棉的底部是复合石墨导热贴。功能按钮我们把它取下来，交流插头它是一个单独的模块，卸掉内部几颗主要的固定螺丝。主板上部白色的隔热棉，电池部分有这种紫铜箔做导热，热量由这种白色和灰色的导热胶来进行传导。这个就是拆下来的内部的电池组和主板的结构，整体的设计还是很不错的啊。2片主板之间啊，大家看一下，内部全灌满了这种灰色的导热胶。自带线的卷轴，它是用双面胶粘在这个电池架子上面的，排线是用的插座插在主板上，然后这下面还有一根排线连接到主板上面的，这个位置还有一红一黑2根线连接在这个小板上面，上面还打了胶的，不容易取下来啊。我们先把这一部分的板子拿下来，这些排线上面啊，全部都有胶进行固定，防止松脱。取下排线就可以把这个自带线的卷轴和这个小板拿下来，剩下的就是电池组，还有一块小板。数码管排线和按键排线断开，我们把这个螺丝卸掉。保护板和主板的连接是通过排针上下扣在一起的，这个就是这个电路主板的整个架构啊。2串电池组。这个充电宝一共用到2颗热敏电阻，一颗用来检测电池组的温度，另外一个用来检测适配器部分的温度。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模块，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拆到这里，这台米雾能量柱3合1移动电源，它从结构上内部同时包含了交流适配器电源、电池组、保护电路、双路输出转换电路，还有一组电源路径开关电路。为什么这类3合1产品比普通的移动电源复杂得多？因为它既要插墙当适配器用，又要拔下来当充电宝用，还要兼顾自带线口和 Type-C 口之间的输出切换。这些不同的模式之间，电源路径必须分得清、切得稳，还要避免倒灌和互相干扰。所以这台充电宝真正值得看的不只是某一颗芯片啊，而是它怎么把适配器、电池和双口输出整合在一起。后面的章节才是这台3合1移动电源真正有意思的地方。这台米雾能量柱的适配器电源电路，当它插上交流电以后，整机就不再单纯依赖电池升压输出，而是内部这套67瓦级别的隔离电源承担主要的供电任务。东莞贝特电子塑封慢燃保险丝规格 3.15 安250伏，
负责输入过流和异常故障保护。贝特电子2003年成立，主要做电路保护元件。一颗迷你绕线式供膜电感，主要用来压制交流输入线上的供膜干扰。配合东莞晨曦电子的 0.15 微法275伏安硅 X2 电容，用来吸收插膜噪声。这个 EMI 输入链路基本上是完整的。整流部分采用台湾智威科技的贴片式整流桥，规格8安1000伏，负责把交流全波整流成高压脉动直流。贵州云瑞电子33微法400伏高压电解电容4颗，总容量132微法，再配合一颗插膜电感，对高压母线做储能和滤波。对于这种小体积3合1设备来说，这个高压车的容量不寒酸，说明它不是用一个小功率电源在硬凑67瓦。主供部分用的是上海蓝星科技的 SC3057 和风氮化镓电源芯片。蓝星科技2015年成立，专注电源管理、充电管理和快充芯片设计。蓝星科技这类和风方案高集成度，外围器件少，适合小体积高功率密度的设计。主变压器外部缠绕耐高温胶带，起到绝缘和结构保护作用。安硅格力电容用了2种，一种是四川特瑞祥科技出品的陶瓷安硅电容，470匹法。特瑞祥2014年成立，主营陶瓷安硅电容等被动器件。这颗蓝色的则是来自东莞晨曦电子，规格也是470匹法。光电耦合器用的是台湾易光电子的 EL1018。易光电子1983年成立，主营 LED、红外器件、光耦等光电半导体产品。次级部分用的是蓝星科技的 SC3503 同步整流控制器，搭配的是安徽辉瑞微电子的 HRG100N045G NMOS 开关管进行同步整流，把变压器输出的低压高频能量高效率的整流出来。最后2颗云瑞电子560微法25伏固态电容负责次级输出滤波，降低输出纹波和负载波动。看完适配器部分，我们再来看这台机器真正复杂的后级系统。电池组采用的是惠州亿纬锂能出品的21700圆柱电池，单颗容量5000毫安时。亿纬锂能2001年成立，主营锂电池、锂离子电池和储能动力电池。电池保护芯片来自深圳创新微电子，型号为 CM1020H， 负责2串电池的过充过放、过流和短路保护。创新微电子2012年成立，专注锂电保护、电池管理和模拟前端芯片。3颗型号2002的保护管则负责真正执行电池回路的硬件切断，厂家未知。还可以看到私印 72K 3极管、私印101电阻，再配合创新微的 CM1010均衡芯片，组成2组均衡电路，作用就是避免某一节电池过早到顶或者过早掉压。系统的低压部分供电使用的是乐山无线电出品的 LR6375A33P LDO 芯片，负责给 MCU 协议芯片和检测电路提供稳定的 3.3 伏电源。整机调度核心是深圳星海科技出品的 MCU 协议芯片，型号是 3261CBW7， 主要负责快充协议握手，参与输出口识别、功率调度、路径切换和工作模式的管理。星海科技2003年成立，主要做高精度 ADC、MCU 和电源管理相关的芯片。自带线口配置上海蓝星科技 SC8815 双向同步升降压充放电控制器，配合深圳荷拉半导体4颗 AER3041B1 NMOS 组成全桥拓扑，再加上1颗4田 GVN 的合金电感，完成自带线口的升降压双向输入和输出。C 口这边则使用的是蓝星 SC8101 同步降压芯片。SC8101 内置高边和低边 MOS， 更偏向后级降压、限流和稳压输出，搭配 6.8 微亨合金电感工作。但是这个 C 口自充的时候，则有后面的 PMOS 电源矩阵把输入电源切换到8815那一边。这2路 DC-DC 电路都配置了上海永明电子的100微法25伏固态电容，还有多颗 MLCC， 用来做输入、输出滤波和高频去耦。后级最关键的就是这一组 PMOS 电源路径控制矩阵，这里一共用了10颗深圳鼎泰半导体的7409 PMOS 开关管，再配合2个充电口的 R005 电流采样电阻，它们一起完成整机适配器模式、移动电源模式、自带线和 C 口之间的通道切换、防倒灌、路径隔离和电流检测。电路看到这里，这台米物能量柱3合1移动电源的优点和取舍其实非常清楚了啊。我们先来说优点。第一，它不是那种看起来3合1的假整合，因为有些所谓的3合1产品插上交流电以后，本质上只是给自己充电，外部的输出能力很弱，甚至逻辑都非常的别扭。但是这台能量柱内部确实有一套独立的67瓦
隔离适配器电源，也有电池侧的输出转换电路。两套系统通过后级路径控制去切换，不是简单的糊在一起。再加上自带伸缩线和比较小巧的机身，这个产品宣传说的适配器、充电宝、线材3合一，从电路实现上是成立的。再来说它的第二个优点，就是后级这一组 PMOS 电源路径控制矩阵，这是整级电路最值得单独拎出来讲的亮点。因为这台能量柱要处理的模式复杂，如果不管理好，就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这10颗 PMOS 的意义是在给整级电源路径做交通管制，哪一路可以接通，哪一路必须隔离，什么时候由适配器供电，什么时候由电池供电，都需要这组开关矩阵配合协议芯片完成。对于这种3合一的设备来说，看这个部分比单纯看某一路 DC-DC 更关键。当然，它也有明显的工程取舍，为了控制体积，还要塞下适配器电源和伸缩线结构，它只能采用7到8伏的2串电池组。这个取舍让它在移动电源模式下输出15伏、20伏这类高压大功率档位，电流侧电流、升压电路的压力，还有内部的热堆积都会上来，保护策略就会及时介入，才会出现我们前面测试片里看到的高功率档位在充电宝模式下表现没有那么激进。总的来说，这台机器的优点是3合一逻辑做完整的，路径控制有设计感，取舍是为了小体积和便携性。兄弟们，测试和拆解都跑完了，这台米雾能量柱3合一移动电源不是一台追求极限性能的移动电源，而是一台把适配器、充电宝、自带伸缩线真正的整合在一起的便携电源设备。从前面测试看，它的手机快充兼容性、实际充电表现和文波控制都比较稳。拆开以后也能看到，内部不是简单的堆模块，而是有完整的67瓦隔离适配器电源，完整的2串电池保护，双路双向输入输出转换电路，以及 PMOS 路径控制矩阵。也就是说，它这个3合一逻辑是成立的，不是插上墙只能给自己慢回血的假3合一。当然取舍也很清楚，为了小体积、伸缩线和便携体验，它采用的是2串电池组，所以在移动电源模式下，高功率长时间输出会比较保守。所以这期测拆最后我对它的评价是，米雾能量柱3合一移动电源是一台定位清楚、3合一整合度比较高的便携电源，完全符合手机、平板、轻薄本、短时间应急以及通勤、办公室、短途出差这些场景。如果你追求是高功率持续输出，那它不是你的菜，它适合想少带充电头和线材、重视便携体验的用户。测试为了了解，才是为真相，认真测拆，公开输出。我是李火车仔，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